讲汉语、写汉字、学习中华文化，佤邦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？地处缅甸为何如此像中国？缅甸作为中国柔软的腹部，与中国的关系一直还算不错。2020年，中国主席习近平应缅甸总统温敏邀请，对缅甸联邦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。访问期间，习近平主席同温敏总统和昂山素国务资政分别举行了会谈，并出席了温敏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。在会谈中，两国领导人就巩固中缅传统友谊、推进全面战略合作、秉承平等、互利、共赢精神，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，达成了广泛的共识。中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对两国都有着较大的益处。在地缘战略上，缅甸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而与中国合作，缅甸的经济也能得到一定的发展。缅甸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，在上世纪2战后，国内因为各种原因一直纷争不断，直到20世纪末，国内政局才逐渐稳定下来。在缅甸国境内有两个地区十分独特，那就是果敢和佤邦。这两个地区一直拥有着高度自治的权利，他们不仅拥有自己的军队，在政治和经济上也高度自治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两个地方就像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国。当地的人民讲着汉语，写着汉字，甚至学习着中国文化，活脱脱的中国人形象。我们先来说下果敢。果敢的全称是掸邦北部果敢自治区，首府老街市，位于缅甸与中国之间的掸邦高原。历史上，果敢地区原为中国领土，隶属于中国云南省。1984年，中英双方重新划定边界，在伦敦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。条约规定果敢地区为中国领土，但13年后，中英双方在北京重新讨论边界问题。大英帝国强迫中国清政府与其签订了蓄意滇缅借务条约付款，将果敢地区划入英属缅甸。时间来到了1960年，中缅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边界条约，条约中只字未提果敢二字。这也代表了新中国放弃了收复果敢的权利，果敢正式归缅甸掸邦管辖。2009年，缅甸政府军将果敢民主民族同盟军和果敢领袖彭家声赶出了缅甸，数万名果敢人民逃入中国。这时大家才发现，果敢人居然讲着普通话，写着汉字，用着人民币，甚至连手机号断归属地都是中国云南省。他们要不说，从外表和语言上还真的看不出是果敢人。2014年，果敢领袖彭家声发布了告世界华人同胞书后，果敢也在世界华人圈中出了名。果敢人从族源上看就是流落缅甸的汉族人，其祖先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明代。但随着缅甸军方的一步步措施，到2015年时，缅甸军方已经控制了整个果敢地区，并且对果敢地区采取了融入缅甸的政策，大力引入缅甸教师，采用缅甸语言教学，从根源上彻底改变果敢地区的文化。今年的2月16号，也就是近几天，果敢领袖被称为果敢王的彭家声因救治无效在家中病逝，享年91岁。而与果敢高度相似的另一个地区佤邦，至今仍未被缅甸同化，中文、汉字、文化依然在这一地区被学习和使用，并且依然有着自己的军事力量——佤邦联合军，不仅活跃，而且声势浩大。据了解，佤邦联合军兵力已经发展到了3万余人，成为了缅甸实力最强、规模最大、武装最完备的地方军事力量。佤邦与果敢一样，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地区，名义上属于缅甸的管辖，但在具体事务上有很大的自主权。这个被称为小中国的佤邦，到底与中国有着怎样的关系？要知道，佤邦与中国的关系，还得从佤邦的地理位置说起。该地区分为北佤和南佤两部分，总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。北部地区位于缅甸的东北部，南部地区与泰国交界，并且佤邦北部与中国云南省接壤，总人数达到60万人。佤邦在历史上其实是属于中国领域，佤邦的官方语言为佤邦语和汉语，其中佤邦官方都是使用的汉语。佤邦地区在历史上，唐代属于南诏国，宋代属于大理国，元代属于正康路，明代分属孟定府。可以说，在中国古代史中，佤邦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。但到了近代，1885年，缅甸被英国占领，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。然后，英国便开始了长期的探查中缅交界区域，测绘地图。
时间到了1941年，英国借着中国抗战处境艰难，逼迫中国将已经明确归属中国的沪版、沪蒜、班果和未明确归属的班老、绍兴、绍帕、王冷、大满海等区域划归英属缅甸。在中国解放战争末期，中国国民党第8军、第26军的残部败退缅甸北部，佤邦也就被中国国民党残军控制。然而，在佤邦地区就上演了一场跟中国如出一辙的斗争——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。最开始，佤邦先后出现了4支游击队，开始削弱国民党的势力。随后，几家游击队组织了起来，称为昆马游击队。随着对峙的持续，佤邦地区又接连出现了盐城游击队、沪双游击队以及绍帕游击队。同时，缅甸共产党由于作战需要，在缅甸北部与东部建立了根据地，创建了中部军区，也就是现如今的佤邦地区。在斗争结束后，佤邦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，组建了缅甸民族民主联合党和缅甸民族民主联合军。东南亚金三角地区的大毒枭昆沙，想必大家都听说过。昆沙集团就是在1996年被佤邦联合军战胜，并且佤邦联合军控制了原属于昆沙集团的位于泰缅边境的一处区域。到了20世纪末期，鉴于佤邦军事力量的强大，缅甸政府也不想节外生枝，便将靠近泰国边境的部分地区划分给了佤邦。佤邦政府也在此地区开始禁止毒品的种植和销售，可以说跟中国解放军一样是正义之师了。虽然缅甸承认了佤邦的地方政府，但因为佤邦人的文化、语言等都来源于中国，所以和中国云南地方政府的联系更为密切。众所周知，缅甸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，但佤邦因为与中国交往密切，搭上了中国这辆高速发展的列车，在能源、市场、国际关系方面与中国合作频繁，成为了缅甸最安定的地区。佤邦地区还有人民大会堂，这里的政治制度基本上都是按照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的，一样会定期举行人民代表大会。同时，佤邦还有共青团。2020年，佤邦举行了佤邦民族民主青年团第1届代表大会。走在佤邦的大街上，几乎所有的店铺招牌都是中文，怎么看都像是一个中国的小县城。中国人在这里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。在告示栏贴的官方通知也使用的汉字，完全没有其他语言副本。在佤邦的中学里面的老师基本上都是支教的中国人，可以说今天的佤邦虽然属于缅甸管辖，但其根本上是根据中国体制建立的一个地方政府。90%以上的佤邦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使用的汉语交流。打开佤邦的新闻联播，你甚至一时无法分辨这是不是中国新闻联播，完全就是一个小型的中国。但换一种角度看，在独立国家林立的世界里，佤邦作为缅甸的国中之国，看上去是一种奇特和无奈。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同胞，也希望佤邦人民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。